普京首次公开用战争描述俄乌冲突，西方惊诧，不是口误那么简单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已经进行了10个月之久的俄乌冲突，在俄罗斯政府眼中一直不是战争，中国媒体也将之称之为冲突。在梅德韦杰夫访华时，中国方面的说法是乌克兰危机。要注意，仍然没有使用乌克兰战争。一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战争，为什么叫冲突呢？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并没有宣战，而是声称正在进行特别军事行动。而国内甚至通过立法惩罚那些污名化俄乌冲突的人。自今年3月以来，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，用战争一词来形容俄乌冲突，在俄罗斯是属于非法的。乱用词语一旦被定罪，最高可判处15年监禁。但是谁也没想到，普京会在俄乌冲突愈演愈烈的当下，首次承认这是一场战争。普京在克里姆林宫表示，俄罗斯的目标不是转动军事冲突的飞轮，而是为了结束这场战争。这是普京自今年2月以来首次公开使用战争一词来指代俄乌冲突。如果这不是故意的，或者说是口误，那么意味着普京要破釜沉舟，或者要面对现实了。原因很简单，俄罗斯再不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动员，不在乌克兰战场投入更多资源，是不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。此前2天，普京刚刚表态，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没有预算上限，即不受军费的限制。他还督促俄罗斯军工企业加班加点生产军需物资。俄罗斯正在认真准备打一场长期的战争，这已经不再是秘密了。普京的这次打引号的口误，让西方国家感到惊诧。美国马上跳出来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，并结束这场战争。在美国看来，承认现实是为了下一步行动。毕竟普京说了，目标就是结束这一切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普京将俄乌冲突定义为战争，会带来什么影响呢？首先，不能排除俄罗斯对乌克兰宣战，调动更多的国家资源，全力备战，这将对乌克兰和西方非常不利。俄罗斯会不会宣战？整个国家是不是会转变为战时体制？这将对俄乌冲突造成根本性的影响。俄军规模要扩大到150万，需要生产大量急需的武器装备，这些呢都与普京对俄乌冲突性质的界定有着直接的关系。当然，普京要想走出这一步，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，主要是国内可能会出现反战情绪，时间越往后，对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影响越大，阻力呢也就越大。其次，俄罗斯想结束战争，但前提是得赢得战争，这与撤军完全不沾边。普京表态要结束战争，并不等于要投降，而是要拿到足够多的谈判筹码，需要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获得一定的成功。普京能跑到乌克兰参加1天的会议，了解一线指挥员的需求，承认情况非常复杂，说明俄罗斯敢于直面困难。西方想让俄罗斯撤军，完全是打错了算盘。最后，不能排除俄罗斯军队放开手脚大干一场，进一步破坏乌克兰的战争潜力。俄军现在的战法是不断袭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，如果这场冲突变成战争，那么俄罗斯空天军仍大有可为，重点破坏乌克兰军队的交通线，包括进行地毯式轰炸等等。总体而言，俄乌冲突是不是战争，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。如果普京不是口误的话，那么乌克兰的未来只会更加困难。泽连斯基可别因为访问了一次美国就高兴过头了，因为后续的战事将会变得极为复杂和艰难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